我现在要讲为什么进组，怎么进组，怎么演的李百乔，为什么让王子异来演。当时去年8月份，我正在拍摄吃饭跑步恋爱，拍摄的途中午饭的时候，我正阿猛的啃大盒饭呢，阿猛的吃大盒饭，然后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这电话不是副导演的电话，是另一个经纪朋友，然后问我，哎，王老师，你8月10来号有没有时间？你要有时间，你可以来我们剧组。我们剧组就是当时告诉我戏非常少，就好像就告诉我2场戏，不对，哎，反正告诉我戏不是特别多，就让我就寻思当时就去串一下呗，去玩几天。然后我当时我剧本我没看，我就说我行可以。那我说，其实我也没想到是这种方面，我也没想到是这种剧组。其实我没有想到，就我当时我就默不作声，我就同意我说我去，因为我当时正在拍摄《吃饭吧不恋爱》，我觉得这个正好我能做一个无缝连接，能直接进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 ABO 这种题材，我不懂。当时我看完剧本，他们说什么阿勒法、爱你个妈、欧米伽，我寻思啥呀？这不都高中数学题吗？我也听不懂啊。我寻思这到时候，当时确实我看见了，确实没有那种，他是给我了一段剧本，就只有我当天拍的剧本，不是所有的全剧本，因为我来不及看了，因为他好像那个我那天定完妆之后，第2天就要拍了。然后我就说，寻思这玩意儿这也太难背了吧，这词儿也太难记了吧，我最烦数学了。1+1等于王小蒙，我从小我就王小蒙，我从小看乡村爱情我就记住了1+1等于王小蒙，我是这个数学理念，我不懂什么哎你干嘛埃尔法欧米伽的，根本就不懂，这我咋上啊？这课不是这词儿我咋背呀？我当时我哭背，就死记硬背，而且我好像第1天拍的反正就是挺多，那量挺大，挺难背，我当时没懂。然后我就去正常拍了，第1天我去拍了，我还以为是有女主呢，我以为男女主那种的。我说这阿勇怎么还不来？但是我那天好像是第1天拍的时候，确实没有阿勇的戏。我寻思这女主，但是他们有别的场次有别的啊，有别的人，但是我就是没看到女主。这阿勇到底在哪儿？但我看邵游确实挺帅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是男主。然后我就发现女主那天可能是没来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拍戏也正常，生病了啥的都正常。那女主就没来呗，我寻思女主可能有自己的房车，腕儿大，这个剧组可能就是有腕儿大的女主，这女生腕儿特别大，没有来。然后我其实第1天我就拍了2场戏，可能一2场戏不是特别多，去年拍我记不住了。然后我就寻思那我就走吧，我拍完了。当时阿星在现场吗？当时阿星就好像空那几场也好像没有阿星，或许也有，我当时没太注意，因为当时那天人特别多。那天拍别的场戏，就是常秘书还有雨山他们都在，还有一个反正一些特约吧也在，就是好像我们都坐在一起，就我也分不清。我寻思这女主怎么女主为什么这么大腕儿？为什么还不来？女主为什么还不来？我当时在杭州，我回家了。哎，恰巧不巧，空了7天，我又遇到了另一个剧组的电话啊，就在这个中间。大家记住啊，这时候我还没有接到剧本呢，我剧本还没来呢，就是全剧本这时候还没发我呢。我寻思为什么不发我啊？当时我好像就已经，就是那个经纪朋友也给我副导演微信了。我寻思为什么还不给我全剧本？当时我就没想，
我回家那天太累了，回家确实也晚，从宜兴到杭州也时间也挺长，到家也就11、12点了，我就准备睡觉了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和徐海乔老师的一个合作，这个是拍了3天，正好空出来，还有1个礼拜。然后好像不对，好像是空了1天。然后反正就大概吧，大概比如说这是3号，5号我就要去宜兴，又继续拍垂涎了，我就要继续回去拍垂涎了。我都4号晚上了，我才收到剧本，我才收到全剧本，整个剧本。我的个妈呀！我词儿为什么这么多？我的词儿为什么这么多？为什么？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我的词儿这么多？为什么所有 A、B、O 的进化全由了我来介绍？比如说第1集的戏，为什么我要来介绍那么多？我脑子就不好使，让我介绍那么多的词儿，什么都什么都这么久了，专家咋办还没搞明白 A、B、O 的进化论 ？A、B、O 的进化呀？是吧？后面的词儿我大概真记不住了，而且我现在剧本我都找不着了，我换了个手机，剧本找不着了，还没搞明白，就这些词儿全来了。而且我继续发现这部戏不对呀，不对。而且我会上网啊，我发现这部戏不对呀。就是哇，怎么会有？就我一搜都是哇，那些就是那个网上都说那个垂涎，哇，垂涎为什么这种会拍呀？就是什么那个这种题材真的要拍吗？真的可以在大陆播出吗？就这种就这么说的，他们就都这么说，真的会在大陆播出吗？真的会出演吗？我当时我就觉得不对，这可能不对，我要下水了，但是。我下不了水，我稳稳的，我接受不了。要其实那样，我真接受不了，因为他们也没提前告诉我，我真不知道，没提前告诉我，我就不知道。其实也没事，你没 CP。你说没 CP 吧，你们觉得真没有吗？没把你和雨山写不错了。雨山说呢，雨山那天还聊着，还说旁边那圈子，其实我们有，就那意思说，去那群演都信了，群演哇，真的假的？就这样下水，不是下水了，是我以为我下水了，以为我下水了，但其实不是。首先我是怎么的？因为我跟那经纪熟，我跟这副导演也是第一次加微信，我不太熟，我肯定得找我的上家啊，我找我经纪啊。我问我经纪啊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你要提前告诉我，我肯定不接 ，no nothing no， 我肯定不接。然后他就给我讲。他说啊，那个这个题材怎么地的，但其实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但其实不是怎么说呢？他是这么说啊，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这其实这个剧情是可以播的啊，这题材不错啊，你来了也是个机会啊，你这个人物其实也挺重要的，而且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气氛，是吧？没有那些多余的。啊，你来了就纯是你就当一个正常的剧，没事儿啊，咱没事儿。我寻思不行，当时我都吓嘚瑟了，不行啊哥，这我真来不了啊。他说那怎么办呢？你都拍1天了，还能换人吗？我也能那么大权力吗？然后我硬着头皮，然后他说那你把剧本看看，其实真没有那么多事。然后我寻思好吧，确实，百乔这个角色确实也挺好的。其实介绍全剧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角色。对，你就当然都是兄弟演呗，其实没啥的，我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没有事儿，稳稳的，稳。
拿得起放得下稳，男人你得稳，男人太稳，我太稳。然后我就同意了，我说好，那咱们就拍一下吧。我也不可能说坐地起价，我是比如说多要点啥的，我也不可能干那事儿啊。然后我们第二天，这不3号，我那天4号晚上打的电话，然后来到5号了，我那个剧也杀青了，我来到了宜兴，当时给我的是电子版的剧本，我还没有拿到纸版的，没有拿到纸版的，就没有拿到现实版的本，没有拿到书吧，可以这么说吧。然后我就去找副导演要了个书，然后我那天好像看到了舒心确实挺好看的，舒心现实也挺漂亮的。然后我就拿剧本看呀看，我又看到了 ABO， 漂亮姐姐，是的，我又看到了 ABO， 我的词儿为什么那么多 ABO Alpha Omega， 为什么那么多？你们谁能告诉我？就我感觉我每次都要介绍一下，就是这未来发生的剧情，太好了，我太喜欢了，我非常喜欢。哎，对，你们告诉我，舒心是什么等级？舒心是欧米伽，对，舒心是花香欧米伽。反正我词儿里面是这样说的啊，我词儿，哎，其实我感觉我背完我的词儿，我都不用看全剧本，我都知道这部剧谁是谁。我太能把这部戏，我太能把，我话太密。然后我现在要讲我怎么知道那个阿勇是那啥的了，我真的没想到啊。I know。然后我第二天拍的时候啊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我那场戏啊，我说一下台词，你们就知道了，考你们。MD 第一个词啊，我端着高脚杯，我端着一个高脚杯。MD 聚会我是天天办，但你不来可没这么热闹，大概是这样吧，我记得大概是这样。聚会我是天天办，你不来可没这么热闹。我画饭桌吧，饭桌能看懂吧？对，我是从这儿，我是从进门走到这儿，这样这一场戏，就这场戏震惊了我。其实也不是说别的，就是当时我觉得挺震惊的，当时真的挺震惊我的。我倒没有恶意啊，没有恶意，就是当时确实挺震惊我的。其实因为我第一次和阿勇拍戏，第一次和阿勇拍那对手戏，当时真的挺震惊我的，不是说别的。确实，误入 ABO， 误入，这句话说的太对了，误入 ABO， 误入歧途，不知者不怪啊！你们可以这么理解我，大家别怪我。我在那天的通告，我的戏在后面，在晚上拍，因为是那个酒边，不是饭桌上的戏嘛，在最后拍的。然后对白天的戏，他们得拍白天的场。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还和雨山在那唠嗑呢，唠。当时我记得还看到了那个谁，宣浩，还看到宣浩，对，我们一起聊天。然后到晚上就要拍这场戏了，我才知道，我还找呢。
哎，这怎么要拍的这女主阿勇怎么还不来呀？女主为什么还不来？到底多大的谱啊？就这么烦我吗？我这场戏不要闻他一下脖子，就是闻他一下脖子吗？他为什么不来？烦我，好烦我，我可以不演呐。为什么跟我摆这么大架势？为什么？就为什么？哎，就是和大明星咱也拍过，为什么这女主还不来？她到底在哪儿？她在哪儿呢？为什么还不来？我和阿尤我们都对上戏了，人呢？但我记得当时这场戏他好像词儿非常少，他好像就没有词儿，确实也不怪人家，确实是我傻，我没认出来，我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。对，他就一个站起来，确实就一个站起来，他都没有话。我这边都对上戏了，哎，我这块做个人他干嘛呢？他为什么要坐女主的位置啊？好看是好看，为什么要和女主抢位子这？我说这一会儿女主上次来，她就一直没有出现在可能在房车里待着，外面好像真有，哎，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房车，记不住了。外面是不是在外面房车里待着，或者是人家自己有一个休息室？我先踏着，在干什么呢？但好像当时座位也不是这么分的，那可能阿勇就坐这儿，反正这其实是阿勇，我不知道，这是雨山，这是我，这是邵游，这是阿勇，但我以为在哪儿呢？我就问号，人呢？我的阿勇去哪儿了？阿勇去哪儿？勇去哪儿了？我们这部戏叫勇去哪儿了？我的理解是，这是我是聚会，我是天天办，你不来可没什么热闹。哎，我说，哎，这位是谁呀？是这样吗？我说这位是谁呀？咱不说，一会儿再说我怎么演呢？这会儿对戏呢，对戏中，导演哐哐给我介绍啊，比如说前面这个词儿怎么这个调度我该怎么走啊，怎么这那的，然后告诉我这个是阿勇。我当时就这个反应，我就这个反应。是台湾人。Why not? Why? 其实讲到这儿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玩笑。我感觉我现在又回到了当时，脑袋又空了，我又空了，我头现在也是空的。我好空啊！香不香咱先不说，我现在离得很远，我闻不到香味儿。邵有才是女主，那但是我当时我就看到那儿啊，我的戏我就看到那儿。我聚会我是天天办，你不来没这么热闹啊？那我怎么才发现这剧怎么这么热闹啊？为什么这么热闹啊？阿勇美吗？美，帅美，咱不问这话题，咱继续往讲。我那时候说好吧，来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咱们百乔老师知道这个道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咱百乔老师懂点儿。其实这种小说，这种题材的小说我也听过，我高中时候就听过他们这种，我有一个学美术生的朋友给我讲过这种小说。以后给你写一个什么东西，我听过这种小说。我说既来之则安之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，只不过就是这样一下而已。
那我们就来吧。然后我们拍了得好几遍，然后导演告诉我，最后出来的时候，不还有一个那个搂着他那个想要带他走那个，就是抱着他们，就前几天我发抖音火了那个，对，百乔当然是埃尔法了，你多高？我187，确实我们都很高，大家都很高。你看你报道了，还小伙了，这就是面对，确实这就是命运让我们相聚在这里。然后导演告诉我，就是你就当好哥们儿一起搂搂抱抱啦，就喝好了一起要拉他，就那种结账不结账，我们东北人都有一种那个一喝好了，结账的时候就要打架啊。我们喝多了，东北喝多了就要打架，一结账的时候就要打架啊。我结吧，哎呦我结账，就这样。导演告诉我这个心理建设，我说好，那我何不把他搂的一搂再搂，又搂，还有点调度，刚开始搭个肩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哎，然后少游过来把我推走，就他们说，你知道是这个题材吗？你知不知道是这个题材？我说我真不知道。不对，我不是说的真不知道，我当时我装了，当时确实装了。我当时其实就已经知道点了，但还是没有完全知道，已经知道点是这个剧情了，我就知道点这样。谢谢，我就这样，我就装了，我就感觉我懂点儿，现实懂点儿，爱装。我说我大概知道这个题材，也能理解。我自己我都当时就有点不理解，我还理解人家呢，有点理解。他说：“那你知道埃尔法艾尼玛这个进化论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我说剧本里有吧，剧本里有吧，全是我说的，全是 ABO， 全是 ABO 埃尔法艾尼玛，这全是我说，全是我的词儿啊。进化论全是我的词儿啊，全是我的词儿。我就微微一笑，装不知道。然后他就给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。”他就想跟我聊这事儿，说：“哎，其实挺有意思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讲的是未来世界，讲的是未来。我最喜欢看科幻片，我就喜欢，哎，从小我就喜欢看《釜山行》。”最喜欢看《釜山行》，我《釜山行》我看了好几遍，我第一遍看时候哇哇哭，咣咣洗脸。我就喜欢未来科幻片。当时他提一提，我还感觉挺有意思，特有意思。哎，对你们可以看完我，然后明天去重温去。我觉得挺有意思，这题材挺有意思。未来世界，无人知晓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记得刻骨铭心。这是我后来才知道，全是我的词儿，刻骨铭心。剧组好玩不？肯定好玩啊！我现在讲的还不好玩吗？你举着帅多了，谢谢。所以说是未来世界，我们这个就是大家都得了一种病，然后呢，就是不分那个，我不能说太多啊，我怕被关小黑屋。那个就是啊，怎么说呢？我怎么能绕开一下呢？对，不分男女了，就是这说没毛病吧？这不被抬走吧？未来世界不分男女了，也不太好，我少说吧。就是不分慢了，不分慢了。
不分慢了，也不分污慢了。说那个大家就是都通过一种形式，但是我感觉他们其实也是看出来我第一天拍完感觉有点不理解，我有点不理解这个戏，就有点就感觉他们可能感觉我可能接受不了，可能有点那个受不了。对，我是中药味的，中药味的信息素，中药味的阿尔法，我是中药味的，可能看出来我有点不太理解，就是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就是人都特别好，这剧组人都特别好，就是非常有耐心的给我讲解，哎，真特别好。我知道41秒是什么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吗？问你的是不是？对呀、包治百病，包治的。你恶补一下吧。不是，我是当时不知道，当时真不知道，我分不清慢。不是，我分不清了。就他给我讲这个剧情，就大概这意思，就是未来世界。其实我刚开始我还没拍第1集呢，当时我不说了吗？我不知道那个词儿怎么回事儿。第1集那个戏我还没看，因为我当时和别的剧组一起串的。我刚接完那男二一大堆词儿，我根本没有心思，就是我只能看就当天拍的戏，当天拍的词儿，我只看到那儿。我就是全剧本我根本就没看呢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儿。但我知道时候真的已经懵了，确实懵懵的。大家往后看吧，咱们不剧透，咱们只唠到7集之前。我现在说话特别严谨，就7集之前。我跟你们讲，就7集之前，咱们以后以后开播，咱们再慢慢唠7集以后的事儿。比如说下周咱们再唠唠第8集的事儿。就会讲未来世界是怎么回事，不分男女，然后就是分等级，就是纯是按等级。但我觉得这个题材确实挺超前的，这个思维确实挺超前的。对，播到哪讲哪，咱们不剧透，看别人知不知道 ABO。其实我不懂，但我现在懂了，但我可以让别人懂不懂。